Next station is 東京。次は東京、東京、新幹線、東海道線、横須賀線、総武快速線、京葉線、地下鉄丸ノ内線はお乗り換えです。杨常会叫阿 K 的 S， 今天其实是第二天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在拍的时候，我会一直很考虑我这个要不要拍素材，然后这个要不要拍素材，所以会导致我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放心的去逛，所以我第二天的行程是我最喜欢的行程，就是因为我第二天都是在秋叶原跟唐吉诃德，所以我想说在我喜欢的这一天里面，我想让自己休息一下，不让自己拍素材，所以第二天是没有东西的。当然是我还是会秀我第二天买了什么，那大概的花费是多少？反正就这样啦。那我现在是第二天的4点10分，那我现在要去唐吉诃德，我是不知道我会买什么啦。我早上已经破费了太多东西了，我再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，真的是破产。秋叶原不推荐，因为会破产。反正是这样啦。没什么好讲的，拜拜。漫步在西可西的，这边是北可西吧？因为我在北可西的那个唐吉诃德，感觉漫步在日本的小巷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是有一种你在动漫里，有树，你在动漫里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这样。第3天早上，连上1日游 ，Let's go！ 话说各位知道现在几度吗？现在7度啊！我手都没办法冲我手都冻僵了，我现在手一直抖，你知道吗？幸好这个的防手抖能力很好，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真的是很想把我双手伸进口袋里，太难了。我先让我的手暖和一下。第3天的早餐，我们来到西可西车站附近的民生轩Yayoigen。这是一间日本很常见的定时连锁店，蛮多在地人都会来用餐的，因为它的价格亲民，而且餐点的种类也很多。店内的空间其实蛮多这种单人隔间的，那对于这种像我的那种都市族来说非常的友好。空间其实没有到非常大，就是你一个人坐下去的时候，你的个人用品都可以放上去，不会说没有空间可以放你的个人用品。我点的姜烧猪肉定时上来啦。那它是定时，所以它会有附白饭，那还有一些小菜以及味噌汤。那我还点了一杯可乐。那它的姜烧猪肉真的，你要拍照起来真的蛮好看的。然后在大冬天大概7度的天气下，配上一碗味噌汤，真的是太棒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们的一开始当然是要从我们的主食姜烧猪肉开始，它的味道非常的，应该说口感非常的软嫩，那它的调味也刚刚好，对我来说是不会很咸，但又不会到特别的淡。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加辣粉，就跟我在上一次吃拉面一样，加点辣粉会让味道变得更刺激，也会让整体变得更好吃。
你们有在吃饭吗？如果没有在吃饭的话，很抱歉，真的太香了。可克拉克，可克拉克。在这种时候，又再配上一杯可乐，太夸张了。接下来吃一下高丽菜丝。其实高丽菜丝它就是蔬菜，不过它跟加上猪肉配在一起，其实会稍微的解掉一些你的油腻感，所以它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吃到刚刚好的时候，来碗味噌汤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！知道外面天气那么的冷，又再喝上一碗热腾腾的味噌汤，真是太享受了。我吃饭的节奏大概都是一口肉，然后一口饭，那再来就是有一口肉或是一口菜，不然就是再配汤。它的座位前面其实都有那种教你怎么吃的一些提醒，不过上面是日文啊，不过那个用发音也可以，还蛮贴心的。如果要给感想，那就这一个字，赞。接着来试看它的小菜，凉拌豆腐。其实这个在你在吃一些熟食的时候，在吃主食的时候配上一口，其实会解掉你蛮多油腻感的。好啦，我就先不说话了，那就你们慢慢看吧。我先去吃饭了。下次来西可西时，也可以来这里吃吃看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到镰仓，从东京到镰仓约1个半小时的路程。在镰仓，你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神社以及美丽的海岸风景。那在中午的话，我们会到小田商店街去吃我们的午餐。那我们再开始我们的旅程吧。从镰仓车站步行就可以到达我们第一个的目的地鹤冈八幡宫。鹤冈八幡宫可以说是镰仓的地标之一，也是镰仓幕府时代最重要的神社。走在前往神社的路上，周围的街景和氛围真的很有古都的感觉。鹤冈八幡宫到了，意外的很多人，我以为这个时候不会很多人，但好多人哦！哇，结婚吗？哇，在这边办一个很开心，差点就误入人家拍照的场景。哇，在这边结婚一定很开心，好羡慕，感觉要去求个姻缘。鹤冈八幡宫是镰仓最具代表性的神社，也是当地最重要的信仰中心。它在西元1063年创建，后来由建立镰仓幕府的元赖朝迁建并扩建，因此也成为镰仓武士文化最重要的象征。每年都蛮多人来这边前来参拜，祈求平安、开运和成功。我刚刚去抽签，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抽到什么。好期待啊，好紧张。莫吉，我刚内了，交给翻译软体。我刚才参拜的时候，我就是在祈我的姻缘，然后我的平安吗？好像是平安吧，然后还有我的姻缘。然后他写什么？他写说，这是一个末吉的签，代表着运势正处于一个缓慢上升的阶段，但只要保持耐心跟谦虚，未来就会迎来转机。感觉好像还好。
他一直叫我冷静，我很冷静好吗？他解了我什么？事情会顺利定下来，请保持耐心。我就是不能保持耐心，我才会参拜这个、啊。还是要保持冷静，还有耐心吧。他都这样讲，那就是要有耐心，对吧？我后面一直在敲鼓啊。好，先走，先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那么一点懂，老了，等一下跌倒，快！哟！在从本店走到鸟居门口的路上，其实周遭都有一些小摊贩，你可以买来试试看，蛮有夏日风格的。get 到。甜点的很好吃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很像糖葫芦。来镰仓除了逛神社、漫步老街之外，当然也不能错过在地美食。我们来到小町通附近的这家蓝马的，这是一间主打铁板现炒日式炒面的专门店，每一份都是现点现做，在铁板上大火快炒，香气十足，也是许多人来镰仓会特地造访的人气美食之一。到了店内，我选择了靠窗台的位置，因为从这边看出去的风景真的太漂亮了。边吃着美食边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真的是太享受了。我点的炒面上桌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吃之前当然是要把酱料都拌匀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是有点了可乐，真的是走太多路的时候，真的很想点一杯可乐。加餐点好了，那么就先来一口炒面吧。哇，不愧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式炒面，整体的调味其实刚刚好，面的软硬程度以及生菜以及肉所搭配上的味道，真是太棒了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不能少了我最爱的辣粉。把辣粉均匀的撒到面上，太棒了！果然是我想象中的味道。烫！本来想把整个碗盘端起来直接对着吃，但太烫了。
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啊！我加点的 A 绿腐兰炸虾上来啦！快看这金黄的色泽！哇，太棒了！外面酥脆的炸衣搭配着里面鲜甜的虾子，真的是人间享受。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盘子太反光了，坐在窗台前想把盘子端起来，那个光会照到我的眼睛。话说我3月去的时候，中午真的太热了，尤其是镰仓，应该是20几度，但是坐在窗台前，太阳直晒你，真的是蛮热的。餐点的最后，当然是要喝可乐来结束这一餐啦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来镰仓时可以来这家店吃吃看哦。下午的行程本来要去镰仓大佛，但是真的太多人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回家了。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。作为补偿，让大家看一下在回程的时候火车上的風景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尤其是夕阳的那种感觉。